看齐！就提这儿，提这儿，帮我按一向下。前看！好，可以了。站！立正！哎，同志，这儿不能贴啊！为什么呀？我们要喝水啊！我们贴不妨碍你们喝水啊。那你也不能贴这儿啊！同志，我们先喝水再贴标语不行吗？我们在执行党的10大纲领，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我知道重要。你这人横什么呀？你穿上这衣服怎么这个态度啊？就是因为穿上了这个衣服，我才这个态度。战士们马上就要上前线了，你们能不能讲讲道理？我们先喝。我们怎么不讲道理了？别吵了，怎么回事？旅长，他说先贴标语，不让我们喝水，就这么回事。我看见这白皮衣裳，就不想让他们喝水。你是嫌弃这身衣服啊？大家早晚都得穿上。陈旅长，对不起，现在部队换装了，我们有些同志心里不适应，有些情绪。我们的意思是，现在党的10大纲领发表了，这是和喝水吃饭一样重要的。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咱们政治部宣传队的王新兰同志。你说的好啊，咱们学习党的10大纲领，就要和喝水吃饭一样重要。换件衣服不算什么，关键是我们的心是红的，我们是白皮红心萝卜。加油看齐！那我看你就帮他贴标语吧。是。旅长再见。好，再见。给我吧，搭把手。这还差不多。贴这儿吧。好。来，贴这儿吧。嗯。首长，您是哪里人啊？不要叫我首长，叫我肖华吧。肖华，这个名字我好像在哪儿听说过。哈哈，不可能吧？你说你们要上前线了？当然要去前线。那要打仗了？当然要打仗，而且打胜仗。我们去那边。哎，走。我党的抗日救国10大纲领公开发表以后，社会各界的反应非常强烈呀，真是群情激昂啊！看来全国抗战的局面已经形成了，这在中国政治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啊！以前我们和人家争论要不要抗日的问题，现在这个问题呀，不用再争了。但是我们如何能赢得抗日的胜利呢？却依然存在着矛盾和分歧。确实如此。就拿我党提出的抗日救国10大纲领来说吧，这第1条，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估计南京的蒋委员长是能够接受的。第2条呢，全国的军事总动员，他应该还可以同意一半。可到了第3条，全国人民的总动员，这蒋委员长就要摇脑袋了。这个蒋介石啊，和我毛泽东一样啊，都是信上帝的。不同的是，他蒋某人信奉的是西方的上帝，是美国、英国的总统、首相们，所以他在政治上寄期望于外国的施舍，在军事上呢，实行的是单纯的政府和军队的抗战。而我毛泽东的上帝呢，就在中国，是那些最普通、最广大的人民百姓。只要能唤起民众，依靠民众，实现政府和民众一致的全民族抗战，我们就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可是，在南京的国防会议上，像蒋介石那样信奉西方上帝的人还是占了大多数的。对于我们的意见，他们根本听不进去。这就需要我们的八路军勇敢地走上战场，用我们的战绩来回答那些个怀疑派。主席说的对，我们120师目前在富平一带改编，预计5日内可实施开拔，由直川镇渡过黄河到达山西。我们129师主要是由原红四方面军的战士改编的，他们比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要晚一些，成分也比较复杂。我们计划一边整编，
一边开展思想教育工作。这些同志们是经过长期革命战争考验的队伍，中央对于129师的工作是充满期待的。你们啊，应该要尽快的完成出征前准备工作。主席、老总，我们129师这就去准备。那我们就先回部队了。主席啊，林彪的115师也已经准备完毕了。那我们去送送啊！走走，全体都有，立正。报告，115师奉命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开赴华北抗日前线。昨天刚改编完，今天就要开赴前线了，大家辛苦了。来，同志们士气怎么样啊？同志们士气很高，就是有些战士不愿意穿上新军装，他们嫌帽子上有个国民党的帽徽。你们要多做一些思想工作，让大家认识到这是新形势的需要。林彪，听说你的干部也有些牢骚和意见啊？情绪是有一些。首先是军事部署上的，我军以往的军事原则都是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可这次中央军委却要求八路军主力分别向不同的方向梯次主征，连我这个师长手边也只剩下一个旅，这怎么能够形成足够的打击力呢？这是第一，还有第二吧。红军的军事素质是众所周知的，过去我们曾以运动战的方式整师地消灭国民党精锐部队，现在也完全能以运动战的方式打击日寇。可现在军委却要求八路军开展山地游击战，而且作战任务也只是支援和配合而已，这实在是让我说来说去啊，其实就是2句话：想当正规军，不想当游击军；想打运动战，不想打游击战。我们也是为八路军的荣誉着想，如果不集中兵力打几场漂亮仗，就这么无声无息地变成了游击军，这样恐怕会辜负了全国人民的期望啊！是啊，从正规军变成了游击军，从正规战转为游击战，这是个困难的转变，但这个转变却是必须的啊，因为它关系到我们中国抗日战争的坚持和发展，也关系到我党的前途。现在我们的对手是十分凶悍的日本军队，我们目前基本只能发挥钳制敌人的作用，从而支持正面作战，同时抑制一下国民党上层的失败主义情绪。现在中央政府已经转向抗战，可是广大的民众还没有大规模地参加到这场战争中来，这就成为国家现在的弱点和我们未来的任务。所以仅靠正规军的作战是无法彻底解决问题的。我明白了，八路军不仅有军事上的任务，还担负着动员民众的政治使命。八路军的方针是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但也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不仅要在战场上拖住敌人，还要在敌后建立起稳固的根据地。林彪同志啊，多保重。是，多保重啊。是，保重，保重。出发！立正！照正！他们连夜行军，赶赴韩城，东渡黄河，正式投入到抗日前线战场。韩城啊，那是太史公司马迁的故乡啊。我看八路军此行也必将翻开中国历史的新篇章啊。
第115师作为八路军出师抗日先遣部队，从陕西省三原镇出发，率先奔赴山西，进入华北抗日前线。松井将軍は首都南京を攻撃することを主張しておられる。しかし上海では戦争があり、事態は緊迫しておる。そこで我が国も2個の精鋭部隊を送るつもりだ。松井将軍にはその部隊の統帥をお願いしたい。よろしいかな。松井岩根を上海派遣軍司令官に任命する。昭和12年8月15日。从陕北来之前，毛泽东同志就谈过中国抗战的前景。中国人民一定胜利，这是必然的，但是要经历一条漫长的路。我们料想，就算蒋介石真心抗战到底，上海也难守得住，所以只能沿着长江后撤。党决定派你到大后方重庆去，在那里建立我们的一个联络站，我相信将来一定能用得上。要记住，长期隐蔽。是，长期隐蔽。在电台侦听中，我们发现杭州湾一带有日本谍报人员的电台在频繁的活动。你的意思是，杭州湾可以停靠大型战舰，日本人会不会在那里展开登陆行动呢？你们要继续侦听。是。如果发现情况，要及时报告。是。这关系到上海的安危。下去吧。是。科长。局长，您要的名单找到了。太好了，快给我准备飞机，我要回南京，亲自向老头子汇报。情况都属实吗？情况都属实，校长。另外，他们在侦听中发现，王精卫、周佛海、陶希圣、高宗武、梅思平等人与日本外交部有密切联系。不要惊动他们，但要密切的关注他们的动向。是。先日、上海派遣軍松井岩根大将から増援要請の電報を受け取りました。さらに3個師団を増援することを要請いたします。閣下、上海にはすでに
4個師団が投入されており、さらに3個師団を投入すると合わせて7個師団20万人を投入することになります。シナには10以上もの上海のような都市があり、したがって200万人必要となります。さらに都市よりも数十倍広大な農村があり、これを管理する人員も必要となります。特に申し上げたいのは、我々の主要な敵はソ連であり、今戦っている相手は2番手だということであります。1番手のソ連はまだ対岸の数を決め込んでおりますが、今は上海のことを協議しているのであって、モスクワではない。増援するかどうか議論しましょう。石原作戦部長は才能あふれる戦略家であり、日本の北進問題に注目している。石原部長にはソ連に近い満州に行き、ソ連の問題の研究に当たってもらいたい。了解いたしました。9月9日，日军沿军工路、淞沪公路和乐浦罗店一线发动强大攻势。9月11日，第15集团军右翼阵地被突破，遂退至罗店以南狮象公庙、浏河一线预设阵地。第9集团军亦转移到北站、江湾、庙行、温枣帮右岸一线预设阵地，与日军形成对峙。我が派遣軍は8月22日、川佐港に上陸をした。もともと1週間で上海の戦いは決着するはずであった。だが宝山で我が軍の前進を丸9日も抑えて、その9日の間に4000もの皇軍が命をなくした。よく見ろ、笑ってい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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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ぞ。こやつを連れてきたのは諸君の怒りをさらに振り起こすためだ。日露の戦いの時、大和民族には死を恐れぬ勇敢なる精神があった。しかし今では中国の軍人の中にもあることが分かった。これではどう見てもこの甲板に立っている我々が能なしで、倒れているこいつが英雄ではないか。起步走！领电，向左向右转。起步走！好开。
500健儿齐训播，中华何止一天行。总司令，总司令，我以您的名义拟了份电文，报告了伪作，我军已夺回了罗店。辞职报告。张治中无语，无泪。更无颜直面身前身后倒下的死不瞑目的将士。张治中决意辞职，作别淞沪战场。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死敌，他要亡我国家，灭我种族。为了国家，为了民族，全国已经形成了抗日统一战线。现在宣誓。第120师、129师随后也从陕西省富平县庄里镇出征。八路军指战员昼夜兼程，奔赴抗日前线，形成了日军进、国军退、八路军披星戴月上前线的抗战局面。同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刊发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地位。至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第2次国共合作正式开始。1937年9月16日，日军对南京进行了第1次轰炸，66架日军飞机分2批飞临南京上空。肆虐的轰炸中，6朝古都承受了旷世摧毁。委员长，还是赶紧进防空洞吧，危险的。Darling， 夫人，你怎么出来了？来了一份通报。哪个来的？日本上海海军司令官长谷川清。日本海军航空队以南京系中国军事活动之主要根据地，自为消除中国军队之敌对行动，早日结束目前敌对状况起见，将于1937年对南京以及附近中国军队及一切华军军事工作及活动之主要建筑予以轰炸及其他行动。日军已经轰炸了南京，马上将这一情况向延安汇报。好的。罗夫啊，老毛，你看看，日本已经开始轰炸南京了。
轰炸首都，对于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来讲，都是一件天大的事。我们应该尽一切努力，保卫首都。日本，这是想毁灭我们中华民族啊！战事越来越临近首都了，怎么办？准备迁都。南京不打了？你说南京打不打呢？打或不打，首都搬迁关乎军心、民心，这个弯子不太好转。这也足以让民众知道，我政府与倭寇抗战到底的决心。要让全体民众知道，日本是在亡我民众，首都可失，国之将存。只要我民族不亡之心尚存，不在乎首都在哪里，所以打也是为了顺利的迁都。可是往哪儿搬呢？这个早有准备。淞沪会战爆发那天，刘湘就让子文带给我一封信，希望国民政府迁都四川。哦，这个刘湘倒是很仗义啊。昨天他还发了一份正式的电文，希望国民政府尽快的前往成都。为了表达他的真心，也是为了让政府放心，他力排众议，决定全体川军出川抗战。罗福同志，你看我们要不要跟南京的恩来同志发个电报啊？好啊，首都的迁移是件大事，我们共产党啊，要积极的配合，努力做好搬迁的准备工作。对啊，我们的办事处也要跟国府一起走，无论他搬到什么地方，我们的办事处也就要搬到什么地方，一定要把抗日的大旗举到那里去。好。史顾讲，迁都昨天还只是个计划，而今天上国川青的报告已经告诉我们，迁都是势在必行。我决定立即成立一个委员会，由何应钦担任主任，顾作同、刘湘为副主任。委员会的名字叫川康军事整理委员会。根据委员长的指示，以下单位先行搬迁：国立大学、中央政治学校、私立金陵大学、中央政治研究院为第一批名单。金陵兵工厂改成21兵工厂，搬到重庆江北簸箕石。20兵工厂、40兵工厂搬迁云南的安宁。负责这样庞大行动的水运力量交给卢作孚的民生公司，而故宫博物院13941箱文物，在院长马衡的精心组织下，早已于1933年就搬出了北平，这次也一块儿搬迁。诸位，眼下瓦东瓦北战事告捷，今天请诸位来，就是要想跟大家商议学校搬迁一事。为什么要搬家？难道战事已经发展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了吗？战事已起，什么结果何时结束，谁也无法预料。让大家搬迁也是从长计议。我们已经成立了联合搬迁委员会，沿海的工业也要迁走。当然了，委员长最为关心的还是各大高校的搬迁呢。时下政府第一要务就是要转移高校和学生们，这是为国家和民族保留希望的种子。
不仅是工厂和学校，必要时连首都也要搬迁呐。只要大家决定搬迁，所有的费用全部由国家财政拨款。搬了也好，日寇进攻天津，对南开持续进行了4小时的大轰炸，校舍被毁事儿小。我多年珍藏的典籍资料和教学设施毁于一旦，确实令人心疼啊！我先表个态，浙江大学响应政府号召，立即搬迁。浙大师生愿与国家共命运。作为浙江人，我为家乡的名校感到骄傲。北大也办，清华大学也办，南开也办，中央大学也办，大学也办。辅仁大学陈校长，你的意思呢？我的学生大多在返校途中，作为校长，我要留下来和他们在一起。委员长，仅上海一地工厂就已达1279家，占全国比例1/3以上。目前难民涌动，再加上这些大学生，我们的运力安排，浙江大学不算运力，就是徒步。我要把我的学生带出杭州，搬迁到安全地带。圣约翰大学、震旦大学，你们2位的意思是？我要回到学校去跟校董会研究此事，你们放心，我们会很快讨论决定的。我们也会研究一下的。诸位，尤其是各位校长们，我蒋中正在此拜托大家了。中央研究院有10个研究所，私立女子文理学院也是历史久远，能列入第一批搬迁，政府做得对。中华民族不亡，首先是后继有人，其次是文化不死。我有一个建议啊，国立戏剧学校也要搬迁，这里有很多精英人才啊。我还要建议田汉、张瑞芳、金山等人能跟我们一起走。贵岛能有这样的见解，让我十分敬重。不，吴先生倒是我们十分敬重的人呐。你的女子学院功劳很大呀，改变中华民族妇女的生存和教育程度，这是改变中国人的根本途径。您可是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大事啊！司令官殿、重要なお知らせがあります。伏見博義がラテンでの銃撃戦において南京軍の砲撃を受け負傷しました。毎日人が大勢死んでいる。負傷者はどうした？少し事情が違います。皇后陛下、長子様のいとこにあたる方です。ん？こちらが伏見博義です。待てよ。
I didn't see the actual Chinese battlefield, but from the cremains that were shipped back from Shanghai to Yokohama port, it was easy to understand that the Japanese were struggling considerably in Shanghai. Furthermore, they will fall into a deep abyss. The hatred towards the Chinese is written on their face, and they seem to have forgotten the fact that they have initially started the war. 来自东京大本营的阴谋已然形成。淞沪战场上的日军各师团旅团长齐聚松井石根的指挥中心，出云号旗舰，再次接受上海战事的作战命令。はいはいはい。これより上海作戦計画を発表する。怎么样？我相信在上海，除了我们斧头帮，恐怕不会有人用这么好的房子悬赏吧？哼哼，房子倒是不错。王兄，如果我炸不了出云号怎么办？我能得到什么好处？你万国明有胆量站出来，敢担这个事儿，炸掉炸不掉，这个房子都是你的。你回来了，它是你的私宅，壮丽了，是你的灵堂。等我消息吧。養鶏西岸の敵陣地を攻撃するのではなく、主力は南に旋回し、北より第9、第3、第101師団を第一戦とし、大場付近一帯を攻撃する。また第8師団は養鶏線に侵入し、旋回して我が軍の主力の北面を援護する。なお第13師団を第2000兵団とし、我が軍の右翼後方を援護する。以上、配置した兵力による大場鎮付近の敵を攻撃し、蘇州川一線に侵入する。弟兄们，不炸沉出云号，誓不归！不炸沉出云号，誓不归！不炸沉出云号，誓不归！干！出发！戦闘はすぐ始まります。司令官閣下、間もなく戦闘が始まります。中にお戻りください。その情報は確かなのか？確かであります。もし確かでも、そいつらは海のゴロつきだ。皇軍の大将が
木舟を漕いでやってくる右往の衆を恐れる必要などない。予定通りやれ。はい。はい。やれ。戻るぞ。司令官閣下、撃沈されなかった貴船に爆薬があり自爆したようであります。このマントン級の軍艦にとりましては全く。大本営に報告いたしました。大日本派遣軍司令部は場所を変更し。場所を変更する理由は、まだ水の上は危険だというのか。違います。支那軍の陣地をすでに突破し、我が軍は台場、南昌へ進行中でありますので。よし。陈毅同志和湘云同志啊，一直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和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见过面了。对统一战线这个理解上啊，我想可能和我们有一些距离。我的意思是嘞，要不要让董必武同志联系一下，就让伯伯同志去和他们谈一谈。南方红军的整编，你的意见是对的，不要让一切军队全部都集中起来，集中3%，留下2%。在这个问题上啊，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投降主义，以3%组成一个军。
叶挺同志为军长，项英同志呢为副军长，陈毅或者是刘英同志为参谋长。反对国民党安排任何人，游击区的改变必须由我们自己的人亲自去安排和传达改变指示。通知一下博古，看看叶挺同志最近能不能亲自来一趟延安。我也是这样想的。把咱们的谈话组成一个电报稿，发给博古和叶剑英同志。报告主席，129室来电。接收。小王同志的手还是蛮快的嘛。谢谢主席夸奖。全市人马枪支弹药统计如下。这是一份统计表啊，你看看。写得非常详细啊。1937年9月，全市人马枪支弹药统计如下：人员9367人，马匹445匹，骡子90匹。2. 步枪3412支，自动德式步枪539支，花式机关枪3挺，重机关枪29挺，轻机关枪93挺，手机枪72支，另有迫击炮6门，4刀55把。3. 步马枪弹药43012发，自动德式步枪弹2872发，手榴弹共计6051枚，手机枪子弹310发，炮弹67发。主席。看到这份电报啊，我这个心里头啊沉甸甸的。一个师弟人，一个人连一支枪都分不到，甚至是连一颗手榴弹都拿不到手里，这让我想起2个词来，一个是相差悬殊，一个是殊死搏斗。我们现在和日军相差得如此悬殊，那也只能是殊死搏斗。告诉129师，要在运动战中学会保护自己，消灭敌人。老毛啊，你这句话说得好啊，就这样发给129师，算是决战前的一个动员。同志们辛苦了。周副主席，周副主席啊，周副主席。发报这个人是王新兰。周副主席，您挺神呐。他发报的手法我熟悉。啊，电报纸给我。主席，您的电报。念吧。是。王新兰同志，王新兰同志给主席问好，前线的将士们想念毛主席。王新兰同志，你的名气很大嘛。这份电报是哪个打来的呀？这个电报是周副主席打来的。他的手法我知道。给周副主席回电。延安也惦记在前线的将士们。厉害啊！对啊。这是毛主席的电报。
主席来电报了。电报是这样说的：你们的情况我很清楚，只要你们能把握住这一条，你们就会在游击战中消灭敌人。我相信刘伯承在明年再给我发电报的时候，在装备数字和人员名额前面再加一位数。毛泽东，请主席放心，保证完成任务。保证完成任务。Sir, Minister Anthony Eden is outside here. I know. Bring him in. Good morning, sir. Good morning, Mr. Eden. As you can see, I'm about to go hunting. Well, my friend, are you going to hunt for a rabbit in your pajamas? my new hunting style. Well. Have a seat. Okay, thank you. Our friend Hugerson, the ambassador in China, has been attacked in his car by Japanese aircraft. Was it intentional? Well, it's supposed to be an accident. The Japanese thought it was Chiang Kai-shek in the car. Instead, they shot Hugerson. How unfortunate. He is a good man. And he's a good writer, just like you. Yes, but that is not important. What is important is that Japan did not intend to do this, so it poses no threat to the UK. Germany has reoccupied Rhineland's demilitarized zone. It was obviously intentional. This poses great danger, not only to the Netherlands, Belgium, France, but also to the UK and Europe as a whole. Germany has violated the Treaty of Versailles. We should provide support to France and also remain committed to the strategic balance in Europe. Well, what do you intend to do to what happened in China? Send them a protest letter. The war in Europe will break out soon. Britain should remain focused on Hitler's Germany and not be worried about Japan and the Far East. Der japanische Premierminister hat unseren Botschafter einbestellt. Er möchte Deutschland und Italien, die chinesische Regierung überzeugt, das Nanjing-Problem zu lösen. Ja, ich habe Japans Bitte akzeptiert und soeben ein Telegramm an den Botschafter. Die Chinesen sind entschlossen, Widerstand zu leisten. Die Friedensverhandlungen werden nicht einfach sein. Ist Ausweglosigkeit bei einem Scheitern der Friedensverhandlungen. Denn ansonsten wären alle Ressourcen Chinas in die Hände der Sowjetunion fallen und nicht der deutschen Kriegsmaschinerie zur Verfügung stehen. Herr Göring, Ihnen scheinen die Juwelen auf Ihrer Uniform zu gefallen. Lassen Sie mich doch ein wenig bei Ihrem merkwürdigen Hobby helfen. Ich habe ein Geschenk für Sie. Heil Hitler! Danke, mein Führer. ご承知の通り、米国はすでに態度を表明しました。次はおそらく英国と手を握るでしょう。また、ロシア人と中国人は利益が合致していますので、一緒に組むでしょう。そうなると、4つの大国、もしかしたら他の国も加わるかもしれません。そういう状況下にあっても、大東亜を解放するという我々の決意はいささかも変わるものではありません。皆様にお伝えしたいのは、あらゆる問題にあたり、米国人の出方を考慮に入れていただきたいということであります。What do you think? Well,
What I say is very simple. We have few interests in China, so why take the risk to fight against Japan? You mentioned interest. We don't have much interest in China. If China becomes territory of Japan, the U.S. will lose. If Japan becomes a major presence in China, Japan will be brave enough to say no to the world. Japan will wage war against us. Remember what I say today.日本人です。中国と日本で戦争をしておるのだ。お前は国を出られん。この旅券は外務省から発行された合法的なものです。日本の法令を知らんのか。国を出る若者には両親の署名が必要だ。僕たちは結婚したんだ。なぜ両親の署名が必要なんだい。貴様ら中国人に何がわかる。子供はいいがこいつはダメだ。お願いします。両親は同意しています。そうでなければ結婚などできません。邪魔をするな。とにかくダメだ。行け。邪魔だ。姉さん、姉さん。翔太郎、翔太郎、ここよ。姉さん、翔太郎。姉さん、姉さん、姉さん。どうしてください。翔太郎。まだ乗船してよかった。間に合わないと焦ってた。ちょっと問題が起きて、あの方たちが船に乗せてくれないと。分かった。親の署名が必要だね。両親からことづかって持ってきた。すいません。見てください。親の署名です。私の姉だ。白浜英子と。お願いします。僕は彼女の弟、白浜翔太郎です。信じてください。どうしてください。お願いします。お願いです。よし、いいだろう。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姉さん、姉さん。ありがとう。お気をつけて。翔太郎。ありがとう。元気でね。姉さん、どうかお気をつけて。くれぐれもお気をつけて。急いで。早く早く。順番だ。姉さん、姉さん、姉さん、翔太郎、姉さん、どうかお気をつけて。翔太郎、姉さん。よし。ありがとう。出てけ。死なれ帰れ。出てけ。死なれ帰れ。帰れ。出てけ。帰れ帰れ。ヘイだも。はい、どうぞ。Because of the war in Shanghai,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military revolt was provoked severely. The everyday hatred was also sparked while the assassination of the Japanese nationals happened here and there. These actions then aroused the hatred of the Japanese towards Chinese people. The war was like a devil, set both the countries on big fire. 东条英机的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以闪电式作战向山西发起攻击。仅20天，东条英机部即占领了天镇、杨高、大同等城市，控制了平绥铁路大部。百元第5师团控制了涿鹿、阳原、玉县、广陵、灵丘、涞源等地，企图突破晋军内长城防线，使第2战区在晋西北的正面全部暴露。
吉原、あんたなんでここにいるんだ？お忘れですか？俺は今関東軍参謀次長です。参謀長殿が金主勲章を受章されるというのに、そのお祝いに駆けつけないわけにはいかないでしょう。天皇陛下の恩賜によって猛強兵団司令官関東軍参謀長東条英機中将に甲2級金主勲章を授与するものであると。陛下の恩寵に心より感謝申し上げます。当初の計画では我が軍の任務は両翼の援護でありました。しかしながらなぜ単独で決断し三世に侵攻したのでありましょうか。それは歴史、中国の歴史をお話しし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歴史的に中国人は南から北への攻撃、あるいは東から西への攻撃は恐れを持っていません。最も恐れられたのは蒙古から三世に入り、漢中を経て南西部に攻め入ることでありました。これはなぜでありましょうか。おいおい、これはあなたが教えたことではないか？そうだ。あの時奴はあの手帳に書いていた。なぜならばこの道は秦の始皇帝が中国を統一した道であり、魏の国が三国を統一した道であり、蒙古不備来が南宋を滅亡させた時に通った道であるからであります。もしも南西部と湖北、湖南を一挙に攻め落とせば、南京や上海に攻め入る必要がありましょうや。主席，刚刚收到朱老总和任弼时同志的电报，根据他们掌握的情报，他们建议115师活动于玉县，牵制敌人转向平汉路；120师意向五台山，向富平方向集结。最好把陈伯钧359旅的一个团陈先锐团派往大同西南地区。再有，他们希望129师全速推进。朱老总现在什么地方啊？朱老总、任弼时主任、邓小平副主任、左旋副参谋长，今天东渡黄河，从韩城出发，抵达山西的万荣城。金军呢，放弃大同，随缘前进，实际上已经失去。我判断，日军会以重兵进驻以五台山为中心的晋东北地区。那么，八路军的3个师再集中于晋东北，就失去了意义了。现在是这3个师如何的败法。
115师进东北，120师呢进西北，129师啊进东南，以太行山脉为活动中心。给朱德任弼时发电报吧。沿平绥路西进的侵华日军占领大同后，分兵2路向雁门关、平型关一线挺进，企图进逼太原。此时，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命由玉县、广陵、浑源、大同后撤的晋绥军沿内长城布防，以阻止日军前进。我八路军第115师在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率领下，开抵平型关地区集结，待机歼敌。朱老总，主席电报，给我看看。朱德、任弼时、彭德怀，日军总的战略方针是采取大迂回，企图夺取太原，威胁平汉线友军侧背，而最后击破之，夺取黄河以北，最后完成夺取华北5省之目的。为使我军在战略上主动，将3个师由集中配置改为分散配置，将总部移至太原附近，依情况决定适当位置。看来主席把大的战略方针都分析清晰了，那就进太原。进太原。朱老总，周副主席，哎呀，好，老彭，一路辛苦了，辛苦啊！你来了就好了。现在形势很紧急啊！2位老总都到齐了，我们商量一下吧。好啊，我觉得你先看看这个，我们一定要贯彻好啊。雪峰同志，啊，少奇同志，刚才我们还说起你呢。哎，我说恩来同志和几位老总到了没有？到了，已经到了。太好了，赶快带我去见他们，我还有好多话跟他们说呢。好，那边走。同志们，从8月25日的改编到今天，我们完成抗日前线的集结不到20天，这只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决心。有一次，蒋先生问我，部队从改编到开赴前线需要多长时间？我说1个月，他不相信呢。现在我们只用了20天。这一点呢，阎锡山是很高兴的。自从我们来了之后啊，已经派人捎了好几次话了，说是一定要请大伙吃饭的。我们8路军到了这里以后，晋军士气大增，这里的老百姓呢心里也有了底。我还是那句话，早上战场，严谨用兵，寻找战机。抗日斗力，抗日斗力，抗日斗力，抗日斗力。快跟上！报告，都跟上！聂副师长，前面铁路正在修，第2战区严长官告诉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会儿走一会儿停的，看来这严老仙儿连铁路都没管好啊！快，兄弟们，快跟上！你们去哪儿啊？你们去哪儿？我们去前面，前面全是鬼子，都是飞机大炮，厉害着呢，还有坦克车，火力太猛了。那你们怎么撤了？这是上级命令，兄弟们都快点，快跟上！看来要做好思想准备，这次面临的是一场大仗啊！
南高戦役以来、我が第5師団は東条兵団とともに平水線の両側に沿い西側を攻撃してきた。しかし今や東条の戦績は顕著。確々たる戦績が上がっているのに、我が方の戦績はどうなっている？司令官殿の責任ではありません。東条英機の猛強兵団は4個の団。我が兵団は南方戦線に旅団を振り向けられましたので、1個旅団しか残っておりません。半分の旅団で東条部隊と並行して進軍しているだけでも大変なことであります。半分の旅団だと？半分といえども濃い兵団だ。東条が一挙に大道を落とせるなら、我が軍は半分の旅団で大元を落とせる。中国人に我が板垣師団の名を知らしめるのだ。目下のところ第二戦区の中国軍主力は東条兵団により関門間一帯に釘付けになっておる。我が軍は矛先を急いで移し、高麗霊郷の敵を叩き潰し、一挙に平家間を落とし、三世の西北に口を開くのだ。三浦旅団長。はい。霊郷平家間から判事、源平からの進行経路は、わしが数年前に五台山を観光した時に計測してある。21旅団が平家間を攻める際は、図の指示の通りに前進し、金庫を奪い取るのだ。はい。新庄連隊長。はい。今回は長い距離を進み、遠くで戦うことになるから、軍事物資の輸送はさらに重要となる。必ず物資輸送の安全を確保せよ。はい。いいか、第一目標は平家間だ。这条狭窄的道路向东延伸到哪里？一直到灵丘县东河南镇。大概有多长？10多公里。这个大棺材装他几千人，没问题。师长，您怎么想？看看友军怎么想。我认为，进攻平型关的日军，不是板垣征四郎的主力，而他的主力必将利用铁路之便，向大同集中，南攻雁门山，而雁门山仍是主战地带，所以我不主张把敌人放进平型关，应该由高鬼子的第17军挡在关外，加以歼灭。敌人的主力仍在大同俱乐部一线，况且傅作义的35军尚未集结到樊志以东的主阵地，在那里构筑工事也非一日之功，把敌人放进平型关，难收夹击之效啊！就这么定了，固守平型关。
我らの当面の敵は新軍第33軍の一旅団ですが、奴らは白崖台、漢江、西江の各地で陣地を構築中であります。左手はどこの部隊だ？新軍17軍84師団251旅団であります。よーし。何を話していたんだ？頂上がどれほど長いか話しておりました。で、分かったか？いいえ、分かりません。教えてやろう。長さは日本を二回り取り囲むことができる。長すぎる。聖戦が終われば頂上の石を関西に持ち帰り、うちの前に置いて記念にします。砲撃せよ！会上说的是固守平型关，会后又变成了固守雁门关。阎锡山的这一关之变，使日军第21旅团有了长驱直进的机会，也使平型关一线守卫塞沟的晋军第251旅失去了左右拱卫、前后依托。喂，陈旅长啊，陈旅长，我是高建白，我请求你抽调一个团支援我们一下，我们的战事伤亡太大了。再这样下去，我们很难守住这个阵地。高旅长，我们也没有办法，不能动一兵一卒。喂，陈旅长，旅长，188钢铁又丢了。命令预备队务必给我夺回来。预备队已经打完了，奋勇队刚上去，打的就剩8个人了。在家门口打鬼子，晋绥军明白，不好好打一仗，谁都无颜面对山西佛老。自打北平天津陷落，东条英机的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闪电式攻陷大同，板垣的第5师团连连突破西北防线。阎锡山挂帅的第2战区，太需要一场提振士气的胜仗了。第33军军长孙楚不顾前系旧怨，向第115师师长林彪求助来了。此时的八路军第115师已决定主动发起平型关战役，自然欢迎每一路联手打鬼子的友军。请孙将军介绍一下敌情吧。好，我向诸位介绍一下战况。总的情况呢，我们所面临的敌人是板垣征四郎的第5师团，而攻击平型关的是他的第21旅团。本来我们估计他们的主力将会沿着铁路南下，没想到的是，他们沿着公路一路攻击过来，我们的损失很大呀。平型关守不到2天了。如果我们115师在平型关外设伏，贵军会出动多少兵力？第15军、第17军、第33军可抽调12万兵力。好，希望我们密切协同，精诚团结。首长，115师电报。好。什么情况？主席，115师的电报。你看，今晚以3个团集结染装，准备配合友军侧击该地。另一师直属队及独立团出动于林丘以北活动。看来我们115师真赶上了，主席，115师来了电报以后，马上给我，
因为他们已经行动了。是。日军的第21旅团是板垣征四郎第5师团的主力，加上辎重第5联队，一共是1万人。而第2战区派出兵力7万人，7比1。地形大家都看过了，下面大家都说说吧。看来师长想在平型关布一个大口袋，那我们343旅就来收这个口袋。西桃村和蔡家峪以南的这个高地很重要，战斗一旦打响，敌人肯定会抢占这里，把我们344旅就放在这儿。还有，我们115师在平型关外包围住日军，来源和广陵的日军会前去增援。杨成武，有，你的独立团就顶在这里。是。还要强调一点，老爷庙是制高点，敌人肯定会抢占的。杨勇，有，一定要注意对老爷庙的控制。是。抗战以来，我们中国军队还没有取得过一次完全的胜利。卢沟桥、长城，现在上海打得难解难分。我们中国共产党既然促成了统一战线，还需要有漂亮的仪仗，八路军的仪仗。师长，属于我们115师的仪仗。对，这是我们115师的第1仗，要靠我们自己打出我们八路军的威风。现在开始对表。我的时间24日24时进军平型关。平型关到关沟到东河南镇，一条弯弯曲曲10余公里长的公路上，靠南侧的山地边缘上，隐伏着八路军第115师大半主力。第343旅686团位于白崖台附近，左侧是685团，右侧是344旅687团，口袋底则是晋军的独立8旅。687团断敌退路，并负责打援；688团为预备队。林彪命令各参战部队于25日0时出发，迎风冒雨急行军，拂晓之前，部队准时到达指定位置。好。343旅686团刚刚报告，他们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就在我们前面。344旅呢？344旅吗？什么？你们只过来了一个团？344旅被山洪挡住了，他们只过来了一个团，有些战士被山洪卷走了。什么意思吗？师长，这样的天气，为了减少不必要的牺牲，344旅的其他部队是不是不要再强渡了？再等等。同志们，我们的战斗口号是什么？勇敢冲锋，刺刀见红。对，勇敢冲锋，刺刀见红。我们一直都是红军的猛虎部队，现在到了抗日的战场上，更要发扬敢打近战的优良传统，要面对面硬碰硬的干。
让小鬼子好好领教咱们686团的厉害。团长，团长，刚才师傅打电话过来，让我们派一个营去防守老爷庙。这公路对面的老爷庙用那么多部队去守吗？对嘛，我就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嘛。这老爷庙距离那么远，就算敌人的火力够得着我们，也没有太大危险。我这攥了拳头要打近战，这还要派一个营的兵力去那么远的地方守阵地，这明显不划算嘛。是团长，这位是2战区派来的新闻官，鄙人是第2战区长官部派来的，奉严长官的指令，来报道贵军的战场动态。这严长官还真气派啊，还派个照相的来。好，来，拍一张。准备好啊！你也看到了，平型关地势险要，而我们眼前的这条公路呢，更是重中之重。好，好。师长，685团杨德志报告，全团已经在新庄、百里庄一线进入了伏击阵地。我们都准备好了，明白今天的任务了吗？明白，扎紧口袋阵，不让一个敌人跑掉。这场伏击战的阵地足有10多公里长，前面依次是685团、686团和我们687团的其他部队，而你们9连就是扎紧着口袋的绳子。能不能彻底歼灭敌人，就看你们今天的表现了。请副团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首长，你放心吧，这是咱们出征抗战的第1仗，一定能打好。对。这一仗事关八路军的威名，许胜不许败。请首长放心，我们一定打出个样来。敌人的车队来了，注意隐蔽。奥デコボコで早く進めません。この道師団長殿は来たことがあったぞ。ロバで来たそうですね。そうだな、車で来たなら我らにこの道を通らせるはずがない。気をつけて早く進め。はいはい。团长，日军已进入687团设伏位置，正朝我们这边开过来了。有汽车170多辆，
马车、炮车200多辆，还有大批骑兵。通知各营，准备战斗。是。哎，李团长，敌人数量太多了，您的指挥所是不是离前沿太近了？山地伏击作战，离前沿近一点，容易观察，便于指挥。团长，敌人接近一营阵地了。命令部队注意隐蔽，没有命令不许开枪。是。队长，你看，我们总算把敌人等来了。先别着急，把这批鬼子放过去，交给685团，我们打后面的。也别放太多，放太多吃不消。没关系，我们八路军胃口可好得很呢。鬼子的车真多，车多有啥了不起？一顿手榴弹就炸成破铜烂铁了。你看他们当官的骑的马真漂亮。我们团长骑上它，肯定比他们更威武。怎么还不打？再不打，敌人都快走光了。急什么？看见后面山坡了没有？那是林师长的指挥部。等山顶上升起红旗，咱们这里就开打。师长，还等什么？杨成武，向师长报告。师长，敌人全部进入包围圈了。是。师长。开始。打！红旗举起！我们八路军永远是共产党的军队！
向居高临下压制我们，好趁机突围。突围，没门儿！团长，我带3营去抢夺老一兵。好，记住一定要赶在敌人前头，夺取高地。好，放心吧。刘参谋，指挥组其1营和2营准备发起冲锋，消灭公路上的敌人。是。比较多，战斗不会很快结束。我们包围了一个连队，687团一定要堵住敌人。请您放心，哪怕就剩我一个，也不会放鬼子过去。先等一会儿，2营马上就来了，这里是平型关战场的口袋口，绝不允许放过一个敌人。是。
平型关一战，第115师共歼灭日军1000余人，击毙日军中佐2人，缴获日军汽车100余辆，小摩托车3辆，92步兵炮1门，7375山炮弹2000余发，步枪300余支，机关枪20余挺。八路军大捷，取得了全国抗战以来第一个歼灭战胜利，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2年前ロバで通った時もこうだった。え？Darling， 夫人，来。怎么，打了大胜仗也看不出来你高兴啊？这也叫大胜仗吗？你不会是嫉妒自己的下级了吧？嗯？我嫉妒？哈哈，你是指林彪啊？他也是我黄埔时期的学生。不过不要看他是死气，比起他的学长，他是个难得的将才。距77事变77天后的平型关胜利，给1937年秋天留下的，不仅仅是斩杀日军1000余人的一次战斗捷报，而是让每一名匍匐在战壕里的东北军、西北军、中央军兄弟，每一名等待冲锋号声响起的第115师、120师、129师热血而南，在心底埋下了一颗胜利的种子。胜利源自内心深深的渴望。抗战胜利，亟待4万万5千万同胞的心心相系，同气、同声、同力、同仇敌忾。主任，主任，师长刚刚躺下。我这可是有重要的贺电，一定要向师长报告。肖主任，进来吧。臭小子，让开吧。是。师长。师长。师长，这是第2战区严长官的电报。这是第2战区前敌总司令卫立煌的电报，还有第2战区，还有这是刚刚收到的朱德总司令转发蒋介石的电报。师长，我给你念啊。25日电西，25日一战，监寇如麻，卒危，官兵用命，甚堪加位。上西。师长，师长。聂副师长，115师林彪庆祝我军的第一个胜利。你好，严长官。啊，好，请坐。好，请。大家先认识一下，这位是
中共代表周恩来先生。这位是129师的徐副师长。严长官让我们帮二战区拟定的对日作战计划，徐向前同志已经做好了，请过目。昨天才交办的事，今天就完成了。向前老弟真不愧是奇才呀！过奖了。毛泽东主席托我转告阎锡山长官，目前河北战局不利，日军很有可能沿正太铁路向山西进犯。因此，山西战场最大的关键并不是北面的忻口，而是东面的娘子关和龙泉关。娘子关不要紧，我已经派了第17师去那里防守了。一个师不够，至少要派3到4个主力师。娘子关地形险峻，我看有1个师在那里就足够了。毛主席还有个建议，本次战役不能只做简单的阵地防御，还应该在敌人的2翼进行夹击，打乱日军的部署。